我一共走过10几个国家，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我的踪迹。欧洲、亚洲、南美、北美这些国家我都去过。不管你是第一次和朋友家人出门，还是第一次独自旅行，或者是旅游根本不会做攻略的人，看完这个视频呢，你会对你下一次的旅行更有充分的准备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上飞机不仅要穿得舒服，还要穿得对，尽量选择一些口袋多的衣服和裤子。如果行李箱超重的话呢，还能将一些物品塞进你的口袋里。像我之前呢，坐飞机从东京的成田飞到札幌，这个航空公司呢，对随身包的重量和尺寸精细到还要用一个那个卷尺来给你量，就是在它的那个登机口前面，并且要求随身行李只能带7公斤。但是我这个16寸的 MacBook大概2-3公斤了，而且更不要提我其他的电子产品，比如说相机啊、拍立得，还有我的电子阅读器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呢，耍了一点点小聪明，就是把一些比较轻的物品赶紧的塞进我的大衣口袋里，还有我的裤子口袋里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的随身包里面勉勉强强能低于7公斤，就大概卡在6.8。当你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一个完全新的国家的时候呢，你肯定不希望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睡觉和调整时差上面，更不要说如果你的旅行天数很紧凑，或者是时间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，我建议你刚到达你的目的地城市的时候呢，立马去习惯当地的时间。那肯定有人说了，我坐了飞机坐了一整夜，一夜没有睡，我哪还有精神出去走呢？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去调整时差，你接下来的1-2个星期内都会非常痛苦。所以调整时差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尽量去适应当地的时间，然后将自己的体力消耗完。这一点呢，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面非常的有用。不管你出门旅游准备的多充足，一定不要忘记往包里放一些塑料袋，或者是那种方便携带的环保袋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用得上。比如说在机场的时候，安检会让你把所有的液体只能放在塑料袋里面。我以前在英国伦敦机场的时候呢，就遇到这种情况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也见多了，就是去了当地的超市，却发现那里的购物袋需要钱，而且一个还不便宜。以前我在旅游的时候呢，总想着订廉价航空，主打就是一个能省则省。那经过我坐过几次廉价航空之后呢，我意识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们要听好了，便宜真的没有好东西啊！廉价航空之所以便宜呢，是便宜在它的机票上面，但是它额外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坑，非常的贵。所以说额外的服务费呢，加上你机票的费用，有的时候都会比一张正常航空的机票还要贵。特别是你出门旅行拖了那么多箱子，又刚好那些箱子都超重，那加起来的费用真的是让你心梗啊。接下来的一点呢，我要说的就是不懂的问题、不懂的方向，或者是不懂的任何东西，一定要去问当地人或者是周围的工作人员，千万不要靠自己去盲猜测。接下来这一点呢，你要听好了，是我的肺腑之言，把你所有的个人文件、贵重物品全部放在你的随身包里。尽管你拎着一个登机箱上飞机，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飞机上面放行李的位置满了，航空公司要求你去托运你登机箱，那这个时候你的登机箱里面有你特别重要的东西，这下一托运你也见不着它，你也刚着急。我平时坐飞机呢，都会带个挎包和一个托特包，那这2个包呢，我是永远都不会放在头顶上面的那个放行李的位置上面。假如你家里有一些旧的衣服，或者是没有怎么用到的物品，我建议的是你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边旅游边断舍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回来。但是我也能理解，出门旅游谁想会去穿旧的衣服，肯定是想去穿一些没有穿过的，或者是刚买的新衣服。你知道你自己会在你的目的地城市买一些新衣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旧衣服就可以带上场了。如果你衣服拿太多，你还额外去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，你的行李箱有可能会超重。如果拿不走的话呢，你还是要去扔一些你行李箱的东西。所以说出门旅行真的是消耗物品和断舍离的好时机。任何重要的地标、票据，任何需要你去记下来的信息，一定要用手
手机拍照。尽管你手上有实体的票据，但是为了避免你这张票或者是这个信息万一丢失了，你也没有任何的证据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手机上面有照片，那就真的非常的有用。接下来这一点呢，我要来讲一下，就是如何叠衣服让你的行李更省空间。比如说你要出门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，你会带一些大衣啊，或者是羽绒服。像羽绒服和大衣呢，很容易就占满行李箱的一半空间。就是你将羽绒服卷成一起，然后在它那个衣服底下呢再往回折，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。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易碎物品啊，或者是鞋子之类的，你都可以往里面塞。一定是能给你的行李省空间的。那第10点呢，就是一定要提前在网上选好座位和值机，这样子能避免你在机场的柜台前还要排很长的队伍。像我之前从日本飞上海的时候呢，坐的是东方航空，但是当时呢我没有注册他们那个会员，所以呢我就是站在一个很长的队伍。后来和我同行的朋友呢就告诉我，东方航空还有另外一个柜台是可以免掉排队的时间，前提是你要在网上先选好座位。那个柜台前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个时间省下来大概省了半个多小时吧，因为当时真的是东方航空那柜台超级多人。我认为坐飞机很重要的一点，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尽量去缩短办理登机牌、托运行李以及过安检的时间。只要这3件事情做完之后，你到了登机口，你想做什么事情再慢慢的做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是我个人观点，你可以作为参考。如果你是一个频繁出差、喜欢到处旅游、到处飞的人，不管是去办私事还是去办公事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呢，就是一定要去办理贵宾室的会员。先听我说啊，有些大一点的机场里面的贵宾室呢，吃的也多，你还可以洗澡，就凭这2点，你完全可以吃回本。假如你遇到的航班呢是太早或者是太晚，又或者是你已经飞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其实身体就已经很疲惫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拖着行李走到一个贵宾室里面开始吃东西，然后如果他们还有位置，还有比较宽敞的沙发的话，你都可以直接躺在那边睡觉。以前我会觉得办一个贵宾室的会员有什么必要呢？哪里坐还不是坐呢？你在那个机场的休息椅子上面坐也可以啊。但是当我经历过了机场人特别多的时候，这个登机口前面的椅子全部被坐满，往往这个时候贵宾室的座位是非常的空余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长途旅行的人来说，有一个更好的地方让你休息，让你放松还是蛮重要的。这个呢就是以上满满干货的视频，如果你们喜欢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